蜘蛛侠，20世纪的美国，一个年轻人被受过放射性感染的蜘蛛咬伤，获得了蜘蛛的相关能力。吸血鬼，相传他们的族群通过咬噬人类进行血液感染来增加同类。狼人，公元400到500年左右，一个叫做威廉·科维努斯的年轻人，在继承了父亲的基因突变后被狼咬伤，获得了狼人的能力，而且每到满月的时候，病毒就会抑制不住的发作。你的意思是，三藏也是被某种东西咬了，然后发生变异才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是被痴呆之虫咬了，所以获得了痴呆的能力啊？痴呆只是副作用，他那样的状态应该是精神暴走导致的。今天是中秋，今晚就有满月了。要是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个狼人一样，到了满月就发病，然后死翘翘了怎么办？那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。哦，木头儿，我们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解除他的异常状态，保住他的性命才对吧？行吧，回去找我师傅问问。那我去找木渣帮帮忙吧。我在报社也有些人脉，应该能有办法。哎，那我呢？小白，你留着照看一下三藏吧，毕竟他现在这样。人呢？他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？说实话，你们不觉得这个地方有些诡异吗？明明有村落，而且有人居住的痕迹，但是却看不到一个活人，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白骨做成的装饰，这太诡异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上个城镇的居民说，这里有个外号就叫做白骨森林。怕什么？一切恐惧的根源都是火力不足。我们这么多法力高强的神仙，还能被吓到？但是三藏毕竟肉体凡胎，法力又时灵时不灵，要是真遇上什么大妖，恐怕在劫难逃啊。三藏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好慢，好慢啊！为什么所有东西都变得这么慢？思考好累啊，不想思考了。情况呢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什么就是这样了？所以为什么要由我来照顾这个无名氏？哎呀，你看他就算失去意识了，一直在喊。小白，小白，真的在叫我呢。所以你俩是不是有可能认识的呢？没印象啊。说不定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呢。哎呀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嘛？总之，剩下的交给你了，小白。怎么样？看着我的黄金回旋，有没有想起来自己是谁？我白银，你问我。唉，看来催眠也不管用。在你恢复之前，就在白骨森林的昭君惠姑据点先待一段时间吧。昭君惠姑？是啊，你不会连自己的种族都忘了吧？我记得在庄子的逍遥游里提到过，昭君是一种生命极其短暂的植物，而惠姑是一种生命极其短暂的昆虫。哇，你居然知道这么冷门的人类知识，好厉害！你也来当老师吧？也？是啊，我们昭君惠姑是惠姑的亚种，生命极其短暂，几乎是白天出生，晚上就会死亡。所以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进化出了把一天当做一辈子来过的能力，也就是神行之力。他们获得了相当于人类几万倍的运动速度和思考能力。人类的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像60年一样漫长，而且这种血脉极其强悍。他们种族之中几乎人人都能在幼年时就完成化形。这么厉害？但是这也导致我们和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异，我们几乎无法进行语言上的沟通，只能一味的模仿人类的文明。所以我们种族的科技树一直攀升得非常缓慢。难怪你们的生产方式和建筑风格都有种原始的美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为了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被赋予多重身份，传承多门技术，并且作为老师把这些知识传承下去。你的身份是猎户以及动保专家。哈，难怪你让我也来当老师。虽然生命短暂，但昭君惠姑真是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之道呢。那可不，因为我们的一生太短，大家都希望能让去世的亲人能在这世上留下更多的痕迹，还传承了一种特殊的风俗，就是把亲人的遗骨做成工艺品，让他们能长久的留存于世。哦，你喝水的这个碗就是我爷爷的头盖骨。开玩笑的啦，只是很普通的石膏而已。还真是，还掉粉呢。掉粉，掉粉，这种事情不要啊！说起来我刚刚还真没注意，你这里好多石膏和画材啊，难道你……没错，我就是这里的设计师、画师、自然科学家、工程师、美妆顾问、易容大师，全能全才的美术老师白芬奇，你也可以叫我小白。哇，这么多头衔啊！不过我最满意的还是美术老师这个身份，我觉得待在像这样在夹缝中谋求进步的族群里，能够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，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我死后，我的后人能够把我的骨头做成与之相关的工艺品呢。人类之中有着把教师称作园丁的比喻，不如就做成一把剪刀吧。剪刀？哦，你没见过剪刀吗？我画给你看。喏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无名氏希望自己将来被做成什么样的工艺品呢？我
说实话，有些虽然很多事我都已忘哦记，但有些事但我我还记得。现在还小白记得。我大概率是个人类。没错，我向村民打听过，在村子附近露营的那伙人。对于这里的原住民来说，他们已经存在了10几年了；但对于人类来说，他们可能几个小时前才刚刚到达这里。我对他们隐隐有亲近之感，我们也许原本就是同伴。有人类怎么能够跟上我们的速度呢？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用几万倍的速度进行思考？你的脑子会……对哦，已经坏掉了。既然你记得自己是人类，那就得想想办法让你回到人类社会里去了。我们去找老族长去想办。等等，他是人类，一个能跟我们正常交流的人类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脑海里存在着比我们整个族群加起来还要多的知识。如果让他留在这里推动昭君惠姑的文明升级的话，你们都听过庄周梦蝶的故事吗？庄子曾经在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，醒来以后不知道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在现实中变成了自己。这么夸张吗？一个梦能让人精神产生如此之大的波动？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梦。什么？庄子当年正是被这种名为昭君惠姑的昆虫感染，获得了常人几万倍的思考能力和运动速度，让他在一天之中仿佛度过了几十年一般，以至于他分不清哪边才是真实的人生。因为昭君惠姑是蝉与蝴蝶杂交产生的物种，外形更接近蝴蝶，所以留下了庄周梦蝶的传说。蝉和蝴蝶没有生殖隔离吗？笨呐，他俩都形成人形，不就没有生殖隔离了吗？哦，有道理。据说庄子醒来之后，曾有见过自己在梦中的妻子，她早晨还是少女，到了中午便成为妇人，傍晚就变成了老妪，夜深之时已然成为一堆白骨，让他恍如隔世。如果当真如我最新猜想的一般，我们之前路过的那个村子应该是昭君惠姑的一处聚落，那里并非荒无人烟，而是他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运动，导致我们的肉眼根本无法捕捉。那三藏，如果他真的和庄子一样被昭君惠姑的能力所感染，算算时间，他应该就在我们附近的某处生活了近5年了。恭喜毕业，你们是我的第一批学生，你们刚入学的景象我还历历在目啊。阿强，老师，我对你抄录的各种兵法很感兴趣，我将来要成为一名将军，手持利刃，征战四方。遇到要不要？最新鲜的，帮你去个赛。小刀，老师，我想成为一名美食家，尝遍你说的那些五湖四海的美食，给大伙咬个火折子哦。大东，你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，只有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老师，我想成为一名骄傲的土木工程师，然后把我们的村庄建设得更好。虽然你说这行很辛苦，但我觉得这点苦都吃不了，干别的指定也不行。其实你们都是可造之材，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加以栽培，一定都能出人头地。只可惜5年之期已到，我得离开了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脑海里存在着比我们整个族群加起来还要多的知识。如果让他留在这里推动昭君惠姑的文明升级的话，小白啊小白，你怎么能产生如此恶毒的想法呢？走吧，去哪儿？去找老族长，他一定有办法帮你回归人类社会。话说我为什么要易容成这样呢？老族长活了很久，见多识广，他可能在你们一伙刚进入白骨森林的时候就见过你了，但他非常讨厌人类。如果让他认出你的话，一定会把你赶走的。来了，这位就是老族长吗？那这位一定是老族长了吧？是你找我？对，只是没想到我这么年轻，对吗？我曾经服用过一枚人参果，所以活得很久。虽然我们是极为短命的种族，但延年益寿的天才地宝对我们还是起作用。但是作为代价，要被强行推出来当族长。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60岁的时候就易容成老奶奶，过了100岁就直接假死脱身。阿芝的情况我听小白说过了，你来自东方某个国家的昭君惠姑据点，你的一个人类朋友被我族勇士感染，获得了神形之力，与社会脱节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他？放弃吧。啊？说到底，我们种族压根就没有攻击人类的习性，历史隐居更是一脉相承的传统。居然能被这么善良低调的生物感染，这人类得有多垃圾呀！简直就是杂鱼呀，杂鱼呀，太不中用了，干脆帮他自生自灭吧！生而为人，我很抱歉。才怪呢，还真是嚣张啊！你这个小鬼！你居然为了一个人类朋友跟同胞动手，在给的包牌真是太没有礼貌了！对手，太这手，我不要再打了！这下完了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像，太像了，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们种族原本极其短命，直到某一天，一位天才横空出世，一朝闻道，成为了佛祖的座下地，让我们整个种族的血脉都得到了升华，这才觉醒了神形之力，拥有发展出文明的可能性。
和老祖宗长得如此相似的你，怎么会是坏人？原来族长是老祖宗的迷妹，而无名氏当成老祖宗的代参了。你的失忆之症是由于思维加速所导致的精神暴走，确实有法可依。只要练了我这本冰心诀，让思维放缓几万倍，直到与人类接近，你的精神就会恢复正常。那太好了，赶紧操练起来吧！哪有这么容易？冰心诀大成起码需要5年的时间，也就相当于人类时间的2小时。一旦你的思维恢复正常，就相当于在2小时的时间里往你大脑强行塞入5年的记忆。如果没有我们昭君惠姑这样的剧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会怎样？炒脑花吃过没有？我是出家人，不爱吃。我想起来了，